大家好啊，最近的话有很多小红书上出现了这个香港的美国签证预约啊，那么我不排除有一些的话是中介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国内地的话预约很难啊，因为这个 B1 B2的话签证排了要好几个月啊，那么所以说呢，导致这种他们收入就有时候有影响，那么就开始提供这种服务啊。但是如果说美国签证的话，我曾经也做过一个视频，就是说呢，美国签证官网上啊，香港的官网上写明了啊，就是更应该考虑在你有紧密联系的领事馆去申请啊。但是呢，你如果说合法停留的啊，那么都可以申请啊。那这样的话，给有些人的话就认为，如果说我拿个港澳通行证去香港，然后申请的话，会不会通过的啊？那其实的话，有通过是有概率通过，但是呢，这个标准的难度会大大的提升啊，所以说你要考虑自己的条件。如果说你是学生签证的话，那还好说一些，因为学生签证的话属于一种是长期签证嘛，那对于这种学生来说的话，其实的话还有一些有用啊。但是学生签证的话，在国内申请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啊，不会等排好几个月的。那为什么的话，等一下我会用数据啊给大家演示一下看看。那么刚好前几天有个新闻啊，前几天7月17号起啊，香港的美签的预约系统更新了啊，更新了怎么更新呢？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分开预约了。注意啊，居民啊，不是公民，也不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居民呢？很多人不知道啊。你港澳通行证过去，那你就不是本地居民。如果说你是在香港读书，但不是香港人，也是拿中国内地护照的，那你也属于本地居民。因为什么呢？居民的判断基本上就是以你能不能一次性到这个地方停留超过180天来判断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说这个选项你选择第一个啊，非港澳居民啊，如非持有香港、澳门身份证人士啊，请选择此选项。你选了这个，点进去，不好意思，最下面会告诉你目前没有可选预约啊。我觉得为什么他会做这个更新呢？肯定是考虑到很多人开始去往香港跑，申请这个 B1 B2 签证。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啊，如果说你选第二个，那就会有出现了啊，出现这个，如果说你有香港和澳门身份证的话，就出现了，持香港、澳门身份证的人并不一定是香港本地人啊，他也不一定是持香港护照的啊。香港、澳门身份证我说了嘛，就是你当地居民就可以，比如说哪怕你是中国内地的跑到澳门去打工啊，做个厨师啊，那你也是有像澳门身份证的啊。那如果说你跑香港去做这种苦力啊，那么也是有香港身份证的劳工计划啊，那这种的话都属于啊。第三个选项的话是台风啊，如果说你这个预约被台风影响了，因为香港挂7号风球这种的话都是会停摆嘛就停工啊，就是放假一天。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点这个就是之前预约的人可能还是有用。那么再说回小红书吧小红书上我刚刚也看了，刚刚前10分钟看了我搜索了这个香港美签，搜索进去，然后第一个出来的是一个中国内地居民跑到香港去办美签，通过了写了个丝滑通过，但是点进去之后发现他是办的是 F1 签证，就是学生签证然后再往下看又看到一个对通过了他是办 B1 签证他不是 B1 B2 就他写明的就是商务签证所以说呢再往下看的话就有些难找了所以说呢我不是很好找，但是你能不能你再去自己找找看嘛你可以这样看，你搜索香港美签，你这样找看看拒签的多还是通过的多，然后你再去看看他们办的签证类型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不要有些人上来就说香港很多人都通过了，小红书上很多人都通过了，你要看清楚他办的是不是 B1 B2 所以说呢要看清楚，因为有些人的话他会引流嘛比如说他给你发个证明通过了，然后很多人会问怎么预约，然后他就开始引流了，我找这个人预约的然后你找他然后呢开始就是转中介服务的，对吧？就是这种引流方式嘛。好，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比如说吧香港的官网上英文官网上这边有一个说明最后一条the strongest 什么意思呢 ties stronger ties 就是说最强的联系度的地方所以说呢要注意还有一个的话我们再看个中文版本中文版本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那一般的建议的话，在自己国籍或者居住国家居住这个居住意思就是居民的意思，不是旅游国家居住国家申请签证。那么他后面说的这个合法停留所以说这个合法停留呢，造成很多人就是以为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旅游签证过去旅游签证过去其实也可以办，没有说不能办，可以办的但这个停留的话说的有点意味很深长。那么不过申请人除了考虑到方便或原居住地延迟安排预约，更应该考虑在有紧密联系的领事辖区内申请。这边的话没有写个最字如果说按照翻译的话，是不是用极限词的话，应该用最紧密联系的领事辖区内申请，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英文原文的话，它是用这个极限词的。我也不能说保证你通过不了只是说呢，这个的话你应该更考虑就是在自己的领事辖区内申请这样会更好一些。如果说你求紧急的这种人道主义探望病人这种情况的话，换了我也会去香港申请对吧？这种的话会好一些。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这种留学也是比较紧急的事情，对吧？超过时间的话你没法报到也是很难的问题。好，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个预约情况包括这个预约等待时间我这边找个截图广州的是 F 签证比如说留学职业培训、访问学者这3类就是学生跟交换生这个签证是14个日历日，就2周嘛。那如果说你要 B1 B2 的话221个日历日这个时间差太多了嘛，差10倍都不止15倍的话也不止了，对吧？那等于说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签证就是最近3年疫情，那么有很多积压的这个留学申请的签证那么我觉得中国这边的美国领事馆他把这些配额让给了这个 F 签证。F 签证都排不过来，而且 F 签证人家过去是贡献钱的贡献钱远远是大于这个 B1 B2 的这些收入的所以说他们也是考虑到利益也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也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对方也是很紧急的，人家这个留学的话是一辈子事情。好，我们现在的话分析一下香港办 B1 B2 签证到底通过率怎么样首先的话，美国国务院的话每个月都会公布上一个月，比如现在是7月份了嘛，上个月的话6月份，那么它6月份的话这个通过发多少签证它已经公布了。那么按照香港地区来分的话B1 B2 总共发了5114张，香港领区的话是包含了香港和澳门。那么我们再算一下，它这边还有一个分布的这个表格叫什么呢？第一个是按照地区分，第二个是按照人的国别分那么按照护照的类型分好，我们算一下如果说香港特区护照 SAR 的总共发了4133张。好，香港还有一种护照BNO 的护照 ，BNO 护照是发了223张 B1 B2 签证。好，澳门的特区护照发了130张，总共这样计算下来的话，发了4486张，就发给了拥有等于说香港护照和澳门护照持有人，对吧？发了4486张。那么这样一对比还有多出来这些人是什么人呢？都是持非香港或澳门护照的人。然后从5114减去4486总共差额是628。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在香港工作的外国人，比如说印度人在香港工作，他申请美国签证那这样的话他通过了，那就也算在628里面。那也包含了中国内地在香港读书的这些学生他申请美国签证、旅游的签证，他通过了，也是包含在内。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内地居民在澳门工作的人也包含在内所以说你要想清楚总共就是加起来就是628个人就是非本领区的人628个通过了这个 B1 B2。那么我们再算一下，628个除以这个5114，通过率大概你知道多少了吗？10%几吧。我算了一下12.28%，12.28%。所以说呢，100个人里面等于说12个人非香港、澳门护照的人通过了，100个人里面那么这个通过的人里面还有多少是持外国护照、持非香港、澳门护照的人比如说内地护照的人，在香港留学的人，那再除一半，等于说是100个人里面只有6个通过了这样算的话你大概可以知道了通过率有多少了。等于说呢，出来的人这么多通过了就你看看有几个人就是
属于内地居民说短期访客过去通过的，所以说这个标准啊还是很难的。还有一点吧，就是说一下啊，也印证了我的说法。就刚才我说了，为什么现在难约呢？就是因为把学生签证的名额给他最优先级了，所以说呢，把这个 B 类签证让出来了。所以说呢，等这个学生的开学之后呢，我觉得应该是会好约很多。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上海领区的发了 B1、B2 发了3000多张，F1发了6000多张，2倍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北京的话大使馆嘛，它是 B1、B2 的话发7349张，F1的话发了8947张还是学生签证多。好，再看一个吧看广州广州的话 B1、B2 6月份发了907张F1的话发了3975张你看这样看的话，等于说出来5个人拿到签证的话，有4个人是拿到学生签证的，只有1个人是拿到旅游签证的按照这样的比例算的话，是不是1比4所以说呢，大家还是慎重考虑如果说去香港签的话，我觉得总而言之能签，但是如果条件好的话你去或者事情紧急的话你去，但是如果说你平常的话我觉得普通条件不是很硬的话，我觉得建议还是在内地申请吧，或者等这个开学期过了这个留学的话，这个签证申请的这个人数降低了之后，你再去预约，我觉得能预约到的那么好吧，今天跟大家讲这里吧。